哥，你们先走，我回去找李小芷。你可小心点啊！我知道，你们也小心。阿宝，哎，照顾好太太。知道了。昌平，一定要当心啊！快进去，快进去，快进去。完毕归赵喽。这是你的，不要了，送你了。李小芷啊，这可是金条，你不要了。你可是荆州地界上无人不知的狠角，见钱眼开的主，拿着吧，别吓我。是，按照我们事先的约定呢，这根金条是我该得的。我从来都是无利不起早的。可是，再怎么样，我也不能拿周老板你卖掉祖屋的钱啊。你怎么知道我把祖屋卖了？小宝说的。哎，对了，还有一样东西要交给你们。永别了，同志们！感谢党组织的营救，让荆州党组织付出这么大的代价，我深感不安，死难瞑目。那就让我睁大眼睛看着你们吧，我会看着你们前赴后继，顽强奋斗，创造出一个属于4万5千万中国人的崭新中国。真服了你这群姓龚的呀！谢谢啊，谢谢。关照以后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乔治来了，哎，恭喜恭喜！还请多多支持，多多关照啊！你怎么就从荆州找到了上海啊？而且还知道你在哪儿一定能找到人。我李乔治，天上交结神仙，地下结交小鬼，人世间还不能多交结几个朋友啊？周老板，我这次来是有大生意跟你谈的。大生意啊！哎，我这今天开张，你就给我送大生意来了，这么好啊？荆州海关刚刚截获了一批走私的西药。荆州啊？钱府里的货？哎，这就是我喜欢和老兄打交道的原因，够聪明。可是乔治啊，我有一点没搞明白啊，你怎么又跟这钱府里搅一块儿去了？以前他不是要抓咱们吗？啊？哎，他果真要抓我们的话，我们是跑不掉的呀。他就是给我们留一条后路，好以后谈大生意啊。昌平啊，计时到了，咱们开始吧。好，那我也不多打扰了啊。周老板，开张大吉。谢了，这位，回头见。走。昌平，咱们怎么跟敌人做起生意来了？这样做对吗？敌人送的生意我们也还是要做。革命呢，它需要大量的经费，没有经费我们什么事儿都做不了。敌人的腐败，就是我们的机会。啊，走。
咱们林董真是厉害啊！快刀斩乱麻，3下5除2就把事儿解决了，人也带走了。真不知道是喜剧还是悲剧啊！我看是好事儿，李公权、皮丹是2个大麻烦，走了好。可是说好的民主生活会也没开成啊，变成林董的训话会了。齐书记，你的意思是？民主生活会还得开，我看有必要提醒一下班子里的同志们，大家别忘了，自己首先是一名共产党员。李总，你看你成天讨债了也不容易啊。我给你500万的慰问费。班副总，瞧瞧，我说什么来着？钱总很懂事啊。懂事。我给你500万。劳斯莱斯呢，我开回去。坐这车我坐习惯了，坐大奔真是不适应。你看，我这个刚散会，我马上向你们来传达一下市政府银企协调会的精神。喂，齐书记，我这儿还得给你做个汇报啊。皮丹说走就走，跟大掌柜的到北京享清福去了。你也不来兼任我们这个董事长，那我们下步棋该怎么走啊？啊？哎，齐书记，你好歹给我指个方向。这天儿也不早了，要不咱们吃顿便饭，你请我，我请你都行。你倒挺不客气的，还你请我，我请你都行。你好意思让我请你啊？既然你开得了口，那我也张得了嘴。你请我吧，算是给我接风了。不是，我真不是，哎，不客气，敲领导竹杠。我知道你廉政，你这不收礼不吃请。那这样，你到我们家来吧，我这儿啊还有瓶好酒呢。好，那就去你家，等着我，下班我就过去。哎，好，就这么定了。钱总，吴市长这会没必要跟我们说。我们天使公司不是政府下属机关，我们是债务清偿公司，是受债权人委托清债。你是债务人，你怎么能把欠债说成是慰问费呢？哎，我说世上有你这么赖的人吗？李总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连那500万慰问费都不出了，我再加100万，600万解决全部纠纷。咱们以后还是朋友，朋友多了路好走嘛。李总，你看行不行？不行。李顺东啊，李顺东啊，谈不拢是吧？那行，拜拜。哟，胡行长，啊，你要请我吃饭呀？不行不行不行，怎么能你请我吃饭呢？还是我请你吃吧？哈哈，哎，胡行长，我要给你解释一下啊，今天这个吴市长在会上批评你，与我无关呀。哎，李总，瞧瞧咱们这位钱总，多会演戏啊！分寸感把握得很好。哎，没错没错，行行行，好，咱们是兄弟嘛，谁跟谁呀，是吧？那晚上吃什么？李总，海鲜呀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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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带瓶好酒来，你带好，你带就你带，好好好好，那行，不见不散。哎，有这个可能，政府毕竟开过会了。瞧他那样儿。来，石太。会后，你们家石总没再给你交代点啥？就是林满江和咱说的那些，说弄走那5个亿的关键人物2个，一个是已经死在海外那个金一勤，另一个呢就是被带走的李公权。今天这事儿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啊，齐书记，我建议你尽快找集团的领导把情况汇报一下。就算你跟王平安、李公权你们一起共过事是朋友，
那又怎么样？难不成你想互相包庇，联手作案？小心不为过嘛！我之前已经跟集团汇报过了，季营书记指示我们现阶段要依靠广大群众搜集证据，不能打草惊蛇，更不能影响企业脱困进程。随你，我这可是友情提醒。哎，我把话撂在这儿，你和你那位林董必有一战，你别不爱听，小心人家先对你下手啊！胡说八道，下什么手？你是真没看出来，还是装没看出来啊？李公权已经让你们林董攥在手心里了。那我今天也把话撂这儿，我齐本是党员干部，不是什么人的家奴。如果必须为原则正义一战，那我奉陪到底。哥，在这个时候上，你帮我忙，我特别感动。哥敬你一杯。啊，你钱荣成没有垮，荣成集团还有救，那哥就得救你呀！啊？哎呦，哥呀，我就知道你会救我的。不提了，啊，喝酒。更让人不能理解和接受的是，陆建设突然间就归他林满江一人领导，而且今天他在会上宣布那个组织决定的时候，我事先根本就不知道，根本就没人跟我通过气儿。我注意了，陆建设是这么说的：经林董提议批准，中孚集团党组最后才决定。他林满江什么时候就凌驾于中孚集团各级党组之上了？这正常吗？当然不正常。你不觉得李公权就像是个人质吗？他就是个人质。你只要在荆州做出任何让大掌柜不满意的事儿，他绝对不会让你舒服啊！让你下台谢罪，那都是分分钟的事儿。知道，只是来不及啊，也没能力改变这个结果。麻木啊！你怎么比我还麻木啊？大领导都不满意了，你还不知道？我给你举个例子吧。今天这个民主生活会，那大掌柜的故意晾大伙儿，那别人都心怀感恩的被晾，就你能，你还去催？那你说大掌柜的能喜欢你？那当时不也是你让我去催的吗？那我还让石猴星催了呢，他咋不去？我知道，我就是气不过。干了。我呀是这么想的，先对你的债务链做一个善意的清理。在我们城市银行债权得到充分保证的情况下，解放部分担保性资产。特别是你生产经营方面的，坚决贯彻无形费市场的指示。再说你是我兄弟呀，这兄弟，只要你松了口，我这盘棋就活了。你先别激动啊，赶紧回去给我做一个还贷计划回来。哥，你只要让我缓过来这口气儿，我把以前的债全部都还上。好，好。你说关于荆州能源的解困，林满江会不会也只是走个过场？明面上让我们出解困方案，但是实际上早就找好下家了。这样顺手低价把包袱一甩，流程合规，交易合法，有可能吧？完全有这可能。所以解困方案不能只是甩包袱，在我看来，荆州能源的经营困境不仅仅是一个个案。怎么说呢？这是产业结构调整之后必然带来的问题。所以企业改革必须顺应市场的趋势。齐书记，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，后面我得多跟你探讨探讨。收着，里面是20万。黄清源那的钱让你拿回来了。哎，听人说他跑了哎。他往哪儿跑？他跑到地狱，我也下去把他救回来。你可不知道，为了这20万，我真是费老大劲了，差点又惹出事。怎么回事啊，小程？你可千万别再弄个2进。哎呀，这点我心里有数啊。我实话跟你说，我去天使做专务，就是奔着黄清源去的。当然，我也有我的底线。
违法犯罪的事情我不可能做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公司的那个白副总，他有一套，黄清源当时就怂了。他跟我保证，只要我能想办法让他出去，他把前前后后欠我的51万全部还给我。我当时就拿来纸和笔跟他签了协议书。哎，那不对呀，那卡里怎么只有20万，剩下那31万呢？我还没说完呢，你别着急，我慢慢跟你讲。陆书记，我是一时糊涂，我才……你这说话声音太小了。哦，我听不清。我大点声，我说我是一时糊涂，我才被王平安拖下了水。王平安是证券公司的老总，他是运作资本的高手，对吧？他说这5个亿啊，他挪出来在市场上他能赚一笔，然后他就缠上我了。这5个亿不是要为荆州能源解困吗？石红杏说的。啊，对，是这么回事。但是这是王平安的主意，他找的石红杏。小冲，那这20万你全给我了呀？唉，分什么你的我的？不正好薇薇现在要报补习班吗？哎，我可跟你说，咱们老百姓家的小孩更不能输在起跑线上。哎，你看你什么时候有空，你把薇薇带来跟我见一面。哦，你不说我差点给忘了。那，你闺女最新的视频。林董，你到家了。哎呀，还是专机快。我没啥大事儿，就是你交代的那个事儿，我给办妥了。我跟你再汇报一下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洪先生，这个事情比较敏感，就不要四处再去乱说了啊。荆州中福现在是是非多。我现在的是非也不少。你说陆建设他能饶了我吗？我知道啊，你跟陆建设过去有些矛盾。我怕他诱供李公权，诬陷我。你别瞎琢磨了，不可能的。怎么不可能，林董？陆建设这个人心胸狭窄，他一直恨我。所以洪杏啊，我才用你的手机给他发的指示。他还不明白什么意思吗？他再恨你，也要忌惮我嘛，是吧？洪娟，把心放宽了吧，啊！林董，让您费心了。小冲，我是真怕你会影响孩子的学习。我明白，但是杰玲，我还是想跟你再重申一遍，我确实是被冤枉的。我相信你现在也感觉出来了，为了你，为了薇薇，为了咱们这个家，我可以用任何的手段去挣钱，但是我有我的原则，我有我的底线。诈骗、犯罪的事情我绝对不会干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但我还是那句话，你得去证实。我在证实啊，我每一天都在证实啊。这个过程有可能很短，但也有可能时间会拉得很长。那么如果是很长的话，我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能见上薇薇，也算是给我自己一个心理安慰，给自己一个心理寄托。小冲，要不这样，我呢让你和闺女在视频上见，好吧？你们1周见1次，你再去找个地方，弄上点英文背景什么的。视频上见。嗯。OK， 视频。然后我打扮的尽量像在美国跟他通话那种感觉，是吧？哎，对，就是这意思。1周通1次话，对孩子的心理健康有好处。嗯。你尽快给我安排。嗯，好。
啊，这是你要的证据，全都在这儿。老牛啊，你说我当时在大会上的发言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，有毛病吗？怎么就让王平安和李公权他们往送礼上想了呢？我讲要重新认识大家，我指的是在工作能力和工作作风上，这是要重新认识的吗？这话有毛病吗？齐书记，你那话没毛病，人家就想偏了，那你也没办法。哎，保不齐呀，他们早就盯上你了。再说了，你那天啊，确实也有点小兴奋，哎，一不小心犯了得意忘形的毛病。是啊，现在回忆一下，真的挺可怕的。哎，只能说明咱们这中国语言歧义太多了。同样的一句话会有很多不同的解释。也庆幸啊，我当时没有将错就错，收了李公权那2条烟，否则我现在也坐在去往北京交代问题的车上。不行，我得在这个民主生活会上好好检讨一下。哎，齐书记，你还要开民主生活会？开啊，当然得开啊！你刚才不说了吗？林满江在这个会上既无民主也无生活，那咱们就必须得再开一次有民主有生活的会。干了，好。林董，齐本安也不省心。你还没走呢，他就嚷着要重开民主生活会了，说你主持的民主生活会既无民主也无生活。好啊，那就让他开一个既民主又生活的会嘛。不是我说齐本安的坏话，他这个人一有权脸就变了。未经权力考验的理想主义者都是不值得信任的，这一点你得注意。好了，就这样吧。你把给齐本安书记送礼的事儿再回忆一下。陆书记，其实我最开始我就没想给齐本安送礼，真的。齐本安在大会上不是说了吗？要对我们有一个重新认识的过程，让我们心里都有点数。这个我知道，这个话我也听说了，但是我就没想要给他送礼啊。不，陆书记，您跟齐本安的这个关系只是一般同事关系，但是我和王平安跟他就不一样了，我们是老朋友了，对吧？你说他要对我们有一个重新认识的过程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不就是想看我们够不够意思，懂不懂规矩，还算不算朋友，对吧？啊，再说，齐本安在荆州他有家呀，他跟他老婆范家慧的关系很好啊，他为什么偏偏一上任他有家他不回，他住中福宾馆呢？对吧？这明显这就是暗示嘛，这就是暗示我们这些老熟人去给他送礼啊。贝贝，你许的什么愿望啊？爸爸，我今天6周岁了，我许的愿望是想让你早点回家。爸爸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多想死你了！你从美国带来的玩具我很喜欢。好了，贝贝，你许的什么愿望啊？爸爸，我今天6周岁了，我许的愿望是想让你
德光书记，这个引起协调会的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。我故意敲打了一下咱们的城市银行，应该能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吧？起作用了。好，你那边会一散，一个国家大行的行长就向我表示抗议了，说咱们荆州是他们行坏账最多的地区，一些民营企业逃废债务的手段花样繁多，无奇不有。德光书记，这是您让我敲打银行的？对对，你该敲打就敲打，我该道歉就道歉。好，我接下来还是希望这些银行机构支持我们。你说如果不支持政府的这个融资平台，债务怎么办？你不还得借新款还旧款吗？对。接下来的棚户区改造还得用钱。今天大周末把大家弄到这儿来，就是要好好的研究一下棚户区改造的问题。这味儿好像不太对啊，跟我妈做的不一样。我尝尝。完了，白道歉这么好的食材。咱们俩这次合作好像是不太成功哈。不过也无所谓，反正德光书记也不是什么讲究人。你看他上次不还带咱们吃黄椒烧饼、豆腐花呢吗？哎，那是请你，德光书记请我那是又酒又肉。重新烧一个吧，走。这都11点了，来得及吗？来得及，德光书记不是说了吗？他一会儿还有个会呢。去吧去吧，加油啊！我看好你。快点啊！棚户区的这个安置问题现在解决完了，但重建还没有开始。我建议要尽快开始。上万人在帐篷简易房里，怎么得了啊？大家得重视这个事情。德光同志，您的意见我完全赞成啊。但是现在有这么个情况，也可以说是麻烦，你可能都想不到。就是在倒塌了这么多危房之后，那棚户区里边仍然有一些居民不愿意拆迁。可是光明区跟我汇报了这个情况以后，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吕书记，我汇报一下。根据市政府2008年24号文件规定，本市居民小区要是拆迁，需要95%以上的居民同意才能够实行。但是今天下午最新的统计结果是，同意拆迁的只有92%。哦，当然，这已经比去年和前年有所提高了。去年是72%，前年更少，只有65%。提高了也没用啊，那还差3%吗？还是达不到能够实行拆迁的条件。是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市委市政府想干也不能干。这92%渴望拆迁的居民，还得受那8%的少数居民的绑架，是这样吧？的确是这样。这个危房倒塌和棚户区的改造，这不是一回事啊，所以才出台了一个24号文件嘛。这也太不像话了，就那么100户人家把我们全坑了。可不是呗，就是啊，太不像话年年整新统计，你年年阻拦，这政府不干事了吗？其实啊，我跟大家一样，我也同意拆迁，是吧？但是我老觉得咱们这么弄没用。首先，咱们得动员那些钉子户走人。动员他们就是太困难了，可不是嘛！人民政府为人民，总不能遇到困难绕道走吧？对。几个钉子户你不敢惹，那老百姓叫你们干嘛？对，真是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别说没用的，24号文件在那摆着呢，是不是？熊飞市长，这24号文件是怎么弄出来的？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？要说这个文件，还是我主持起草的呢。那时我还在吕州市做市长，我呢是主管城建的副市长。当时的市委针对拆迁当中出现的激烈矛盾，让我主持来搞个文，规范拆迁。
主观意图很明确，就是制止强拆，减少社会矛盾。所以这个标准就定得高了一点。定高了可以改嘛？我觉得有个80%同意就行了。哟，李书记，在这种敏感的时期，而且又刚刚搞个统计摸底，现在改是不是？哎，秦叔，我们都等了5年了，不能再等了。对呀，什么时候啊？人没有救补。秦师傅，那麻烦你在这请愿书上签个名，这个可不为难你吧？我看一眼，我们都签了的这个。是啊，对。嘿，请愿书，你愿都签我就签，来。得嘞。哎，对了，我想起一人来。谁呀？程端阳，林满江的师傅。哎，你们要找着他签个字，劳模签字，市委市政府他敢不重视吗？对，你这。对呀，我们就去找他去。再说街坊邻居嘛，也应该去看看。对，应该。是，应该去看看。哎，还有一个劳模田大松，咱们也去找他去签个字儿，怎么样？老田就算了，他怎么了？癌症晚期，没几天了。哎，佳佳，哎呀，这会议开又给忘了，我知道，马上结束。好。哎，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好吧？回去都好好的想一想，如何尽快的开展矿工新村的棚户区改造。大家真的要集思广益，因为现在那里危房很多，又存在那么多的隐患，千万不要又弄出个328来。德光书记，同意拆迁的没有达到95%，这个我们干不了啊。哎呀，熊飞市长，别把话说死，好好想一想，人是活的，办法总会有的啊。郭副书记，我查到了金州市政府当年通过的第24号文件，棚户区的拆迁竟然需要征得95%以上的住户同意才能够实施，这不是变相懒政是什么？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了没有？联合调查组也查到了这份文件，不过这不能算是懒政吧？郭副书记，哎，老李啊，吕德光书记和吴雄飞市长并没有违规。他们是在依法依规办事。依法依规办事的结果就是328事故伤亡惨重。是啊。不过老李啊，有2点你应该清楚。第一，这份文件的下达是德光书记到荆州任职之前。第二，下达这份文件的目的也不能说是错误的。嚯！做了这么多菜，真够丰盛的。德光书记，这回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了吧？温暖，真好。那来吧，一起吃吧。这我们试都吃了不少了，都不饿了。吃这么多，为什么对自己厨艺没有信心吗？那倒不是。来，一起喝点酒。小伟、佳佳，你看我们提了多少年的为人民服务，可是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空话，也不是一个口号。无所谓孤独，无所谓因素，唱歌当痛苦。人生的脚步，追逐着幸福，总有风雨骤。黎明的光辉。
黑，点亮你的美。谁搬就搬退，流星的不睡，生命的机会。时间的是非，总有个错对，去纯真去伪。烟雾会散在明月的两头，力量的交汇，正义的回馈，是无坚不摧。的人心相随，问死心无愧，最难能可贵。光明都洒在清风